善良就是跟慈悲这件事，我想先讲慈悲啦。其实你一慈了之后，你过度的慈就会开始变得可悲了，悲其实从中会来。欢迎回到灵感时间，我是小克，我是善心。先跟大家预告，就是这次不负责任算命馆的最后3位解读完之后，我们接下来就会开新的系列了。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先聊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叫做善良。这一个想法的起因，前阵子就是中元普渡嘛，然后有 follow 圣心老师他所教我的是粉丝专业的朋友应该都有看到，就是我们道院其实有举办那个中元普渡的法会，那我就去参加了台北场的这个普渡宴。那在那个普渡宴结束之后啊，其实就是像是济公师傅、地母娘娘，然后玉皇三公主都有降驾下来，就是帮大家祈福，做一个祈福的仪式。我觉得，我先岔题一下，今年的阵容很华丽耶，怎么说？就有3位神明，之后可能就有8仙了。对，就是而且它是有一个动线设计，你知道吗？就是你可以先第一到站、第2站、第3站，对，然后就是有不同的祈福的主题，这样我觉得就是好华丽，有一种来到了神明游乐园的感觉。你第一站先搭这个，然后再去。那我前阵子呢，就是遇到一些职场上的纠纷，那个纠纷的事情就是让我蛮焦虑的，就是我已经就是焦虑到有一点抓不住自己的身心灵的那个感觉，所以呢，这段时间就也很谢谢圣心老师，就是他会一直被我骚扰，我可能一有什么进度或一有什么情绪波动，我就会传讯息给他这样子。然后呢，到了那个普渡的那一天，因为我知道就是圣心老师有先跟我说，他就是那天会很忙，所以他可能没有太多时间跟我聊天，因为有非常多的同修都在现场，可能大家都有事情想要请玉皇三公主帮忙这样。我就说好，我知道，我今天就是去参加普渡的，然后参加完普渡我就会走。然后呢，就轮到我就是那个去到三公主那一站被祈福的时候，三公主就有跟我说一些话。然后到了圣心这边，圣心的工作结束，其实就是所谓的退驾。对，因为玉皇三公主降驾下来办事的时候，其实我这个凡人我是没有办法分辨谁是玉皇三公主，谁是圣心，就是他的状态模式，其实因为圣心是就是看起来就是都一样漂漂亮亮的站在那里，所以我也无法分辨。我那时候就以为那是圣心跟我讲的话，然后一直到你退驾之后，然后圣心就问我说：“刚刚三公主跟你说什么？”对，其实我不大记得，一半啦，一半一半。对，我们等一下请圣心老师讲一下那个状态。然后我就说：“不，原来不是你讲的，是不是？”然后反正 anyway 呢，那时候就是我就问三公主说我要怎么样面对这个职场上的纠纷。那他就给我一个就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其中一句话，就是要我保持善良。就保持善良这件事情，因为我当下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跟圣心老师聊，所以我最近处理了这些事情之后，我有一些学习，所以我想要借我们节目的这个机会，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善良，然后我等一下也会讲一下我自己的感想这样子。对，所以我想问圣心老师，你那时候三公主跟我讲那句话的善良，到底怎么样做才叫做善良？如果你今天已经遇到有一个人就是莫名其妙走过来，你没做错任何事情，他就打你一巴掌，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怎么样做才叫善良？就像前阵子新闻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个捷运事件，对，就如果他已经在打我了，我要不要踢他一脚？因为后来好像当事者也有受媒体采访，他有说他所做的动作都是为了保护自己嘛。对啊，所以我觉得善良跟慈悲这2个字很常出现在像我们这种修行人或者是宗教的这些环境当中，因为就是告诉你要慈悲啊，你要善良啊。可是有一些人就真的会因为这些名词在你身上就是要求的更多，亲了你，然后或是扔头轻棍这样。对啊，就说你不是神明的这个代言人吗？那你应该要慈悲啊，你应该要怎样啊？但是我觉得
善良就是跟慈悲这件事，我想先讲慈悲啦。慈悲这个事情，我们常常在就是跟同学聊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说，其实你一慈了之后，你过度的慈善的慈，你就会开始变得可悲了，悲从中来，对，而且你甚至会背负更多的责任，因为所有的事情你只要过了多了，它其实就会反向的就会回逆到自己身上。对，所以我觉得善良跟邪恶好像就是我们以前会去讨论说，到底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对，它甚至可以变成一个辩论题，对不对？对啊，对啊。后来我们觉得，其实善良跟邪恶都存在在我们心中吧，我们心中都有天使跟恶魔，没错。只是说，恶魔的话，必须要我们做一些控制，就是我们自己要有办法的约束这种感受。所谓的恶意，对，这种魔跟恶，它通常会是因为我们发生了贪嗔痴这3件事情。贪的话就是你有那个想要更多的那种欲望嘛，贪心。那嗔的话呢，就是生气、愤怒。这种情绪，那痴的话就是执着，就是我特别爱什么，我坚持要什么。所以，当我们贪嗔痴这3个东西，也是我们人的本性。然后，当它已经过多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了魔性。对，所以与其说善良之外，其实就是善良的本质上就是在跟贪嗔痴这3个做拉扯。对，所以像我在听小克在分享，就是他的这个最近的职场遭遇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应该贪嗔痴这3件事情就会跑出来了，就会开始告诉自己说，我应该要怎样啊？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啊？不行，就是我已经在这边努力这么久了，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在这个东西被搅动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因果就会照着可能累世来的这个课题，又再发生一次。所以我觉得那时候三公主跟你讲说要善良一点，就是说希望用善良的这个，也是你的本性之一，去跟这3件人性去做一个平衡。对，否则的话就是考题又来啦，考题又来了，我们很容易被贪嗔痴影响之后，我们又再重蹈过去的一些旧的这个习性。对，那也许就像你有分享过的，这么痛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教我们些什么，学到什么。对，所以这个善良的本质，我觉得应该是告诉大家，是我们要怎么透过这些过程当中去保护自己，不要被坏人欺负。但是我们不要变成去欺负人的那个人。但是也不能说别人打了你1巴掌、2巴掌、3巴掌，然后你都被推倒在地上，然后你还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你不保护自己的人生，还是要保护自己。对，用正确的方式、有理性的方式去处理这些事情。我觉得是啊。好，就是我自己理解，就是当然这因为普渡我们是9月的时候的事情嘛，然后我们现在录影当下已经是10月中快10月底了，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我还没处理完，所以我也不方便说太多。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想说为什么这个人要这样对我的原因，其实是我觉得我比较幸运，就是我在前面也有听到一些别人的例子跟故事，就有听过类似的事情，我也遭遇过类似的亲近的家人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会很快速的知道说去想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的意图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是没有意义的，那个叫过去，或是叫他人主观，那这2个东西都是我们改不了的。对。那我们唯一可以控制的就是你现在当下要做什么决定，然后会成就怎么样的未来。所以我反而不是说因为我有学人类图，或是我跟着圣心老师修行，我就可以很快的切换，不是。那对我来说，我的思维比较像是我用最务实跟快速的方式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时间很宝贵嘛。人生很宝贵，这是修行之后你就会知道的。就是我也不想要一直重复修一些就是一样的课题，太无聊了。所以我就想要赶快把已经坏掉的事情就是结束掉。在这个过程中，那当然是
我会先维护好我的权益，依照所有的法律规范，就是维护好我的权益。但是就像圣心老师刚刚讲的，这个我认为在保护我自己的举动，对他人来说，对对方来说，看起来好像在攻击他。可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仅能拿到最后的我一点该拿的东西。那我甚至像你刚刚讲到的贪嗔痴的贪嘛，我有没有想过说我可以就是再狠心一点，或者我可以再拿的更多？对，我一定有想过，不可能没想过，因为你在那种就是你莫名其妙走在路上被打2巴掌，你怎么可能不会就是怒火中烧，气死了，好不好？3巴掌，什么3巴掌？我直接踹飞他。对，现在如果我们讲回那个捷运小姐姐事件的话，我当然觉得暴力是不好的。可是如果我是她，我也不会不做任何的行为，我可能会走开加大声呵斥，或是录影什么，我可能都会做。就是我不会是坐在那边被攻击的人。所以在真实生活中遇到这件事情，我也不想要让对方觉得我很好欺负，或是我没有什么道德底线，或是我对这件事情这个工作我就是那么不重视，所以我随随便便就接受这样的安排，因为我有我的原则。所以就是讲到易经的第10卦，就是天地履10号闸门，就是你的个人原则是什么。在这段期间我想的更多的事情是，那我到底要证明的是什么，我要维护的是什么，不一定是应该不能说证明，应该说我要维护的是什么。除了我该拿到的物质的利益以外，当然还有我接下来的工作，我的个人声誉，我的专业声誉，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我是很看重的。那只要他不侵害到这些东西，我都愿意保持善良，跟他好好的坐下来谈。但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并没有等到我预期中对方的一点善意。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我想要请圣心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善良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前阵子有一点点被玉皇三公主那句话绑架。我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在考虑自己到底善不善良这个动作。对，我有点被玉皇三公主制约了。就是我觉得那一句话很妙的是，它就是植入我的脑袋里。就是当我真的有能力，也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做到一些让对方很不好受的事情的时候，那句话就会冒出来说：保持善良吧。对。那其实我的善良的背后的原因，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是很自私的。因为我相信有报应。所以我不想要就是逞一时之快，然后我有没有能力可以让对方很痛苦？我相信我有，我也可以做到。可是那个痛苦是要拿我自己下去陪葬的。我觉得不值得。就是我想要让这件事情赶快成为我的昨天，而不是今天。对，所以我的善良其实很自私，因为我想要去更好的地方，所以我不想要纠结在过去那一些我没有办法控制，而且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一些混乱当中。对，所以我的善良很自私，这是我的结论。但是自私也是人的本质之一啊。对，是说我们有很多的本性本质是有的人会把它放得过大了。而他的这个过大的过程当中，他去影响到他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所谓因果会产生。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在下一次可以聊一下因果这件事情。对，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个体嘛，但是人跟人相处在一起之后，他就会产生了关系。对，这个 relation 就产生了很多，因为你怎样，所以我才会怎样。对，每一个人都本位的觉得，因为是你怎样，所以我才怎样。可是所有发酵的这些添加的这些调味料，也都是很主观的，对，很主观的决定是因为我觉得你怎样。对，所以不管怎样，就是我
为什么会后来觉得身心灵跟修行这件事情，它并不是只是单纯的我去做了某个信仰，然后得到了某个神通的能力之后，我就会变得更好，这不大可能。其实所谓的修行，就是生活当中不断的在修正行为。没错，因为所有的行为，它都是透过自己的智慧跟我的习惯跟个性去做判断嘛。那你判断，我就会有产生 A 的结果、B 的结果、C 的结果。所以就像我一直觉得，小克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听他的故事，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他的表现一直都是一种很稳定的，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稳定的在处理这件事情，我觉得更不可思议。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本质上你真的就是一个善良的人了，所以你想要好好的对待自己也好，想要好好的解决这些事情。对，因为善良的人基本上他并不会以伤害为前提，对，他只是想要把所有的事情在一个对的天平底下让他得到该有的解决。我觉得用这样的解读来说的话，其实如果我们遇到任何事情，比如说尤其在职场真的太多了，因为你在身边，你的同事啊，你的主管啊，或是到你的大老板，你层层的这些人的关系都在职场当中，你必须要处理。然后你到底是像你刚刚讲的，我是要当个善良的人，还是当个就是人家好想欺负我就被欺负的？还是当个就是史莱姆，人家就捏捏捏捏你。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就是真的。遇到太多太多这种问题了，你不去惹他，他也会来惹你的人，或者想踩着你就想往上爬。但也有会很用心的欣赏你的才华，然后就是支持你往上爬的人。对，然后这时候你就会产生说，我到底要选 A 工作还是 B 工作还是 C 工作？所以这会跟我们接下来的个案有关系。对，他要问的就是哇，好划算哦！你真的是写过节目脚本的人就是这样哦，太厉害了。下一句要接，我们来看看今天要被解读的朋友阮先生。对，我们将要进入不负责任算命馆咯。因为阮先生在等待被我们不负责任算命馆算命之前，他已经先来找我解读了，所以我们这一集我就先让那个盛信老师从紫微斗数给他一些建议。那等一下我还是会快速的就阮先生的图来讲一下他的赚钱之道这样子。那阮先生，你的那个紫微的命宫呢，是落在这个廉贞跟贪狼这两颗主星。那同时你的命宫也是身宫的所在。那我们之前有说过，身宫就是你一生比较重视跟追求的。所以其实你本命带来跟你就是人生命运当中所在乎的事情，其实是很密切的，很结合在一起的。那廉贞跟贪狼呢，这两颗星星之前也聊过，蛮多人是这样的特质，就是它本身廉贞是很保守的，然后贪狼又是很外放的，所以就是一个内外夹攻的状况之下，就是一个很矛盾和拉扯的一个人格特质。但你的廉贞跟贪狼呢，这两个又是属于桃花星，所以两个桃花星摆在一起，就是跟你在人的情绪情感的这个处理的部分，常常会因为这些关系而让你就是会有很多的情绪，或者是有很多的烦恼。你的命盘里面呢，有个叫泛水桃花格这样子的一个命格，意思是说呢，就是说你比较容易因为情感的关系，造成在人际关系啊，或是金钱啊，甚至会有一些刑事行讼上面的这个纠纷。你说诉讼这一种对，这有可能啊，就是说有可能，但是泛桃花劫的概念嘛。对，就是有点多了，像水一样，这个桃花有点太泛滥了。对。这好事吧？如果桃花是不是也可以代表是人缘好，不一定是那种情爱纠葛的，对，但是要懂得用，对，这样子。那你的财帛宫呢，有紫微星，就是皇帝这个星星坐镇，所以你基本上你的经济能力应该是蛮好的，有国库啊。官禄宫是武曲跟七煞，那武曲也是财星，那七煞的话呢，就是像大将军，就是
对很多的这个事情他是杀伐果断的，所以也很喜欢挑战性高的，不大爱过于保守跟稳定的工作。所以如果阮先生你是在别人的公司工作，如果你觉得这个公司的体制是很保守，或者是说牵绊很多的，你应该就会觉得绑手绑脚没有办法发挥，所以你想要转型或是想要突破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做拉扯，所以你又想离开，可是你又觉得说，其实这个整体的环境或者是可能收入什么又是有保障，你就会在那边拉扯。但是如果以你现在的年纪来看的话，觉得其实你在年纪再更大一点，可能就不适合太过在外面就是冒险了。所以也许40到50岁这10年之间，还有点机会可以再去闯闯看。所以不妨坚定信念，去为你的未来做打算。那如果你要自己创业的话，就要小心不要冲过头，因为你的这个官禄宫里面有个七煞，有时候七煞将军就是会杀红了眼，对，所以可能还是要想一下你的战略跟谋略是什么，才不会受伤。所以最后呢，三公主给阮先生的一句话是，你的脾气其实没有太好，所以记得要修，要控制，不要因为情绪而误了大事。尤其就是说，如果你在事业上要去做一些判断跟抉择的话，情绪的管控是很重要的。刚刚你讲到那个泛水桃花格啊，就是光是阮先生你的人类图，他就是一个桃花很旺的人，很人见人爱的类型。那可是因为呢，我把那个阮先生的人类图放在这，他的人生角色35，然后剑骨型权威的生产者，然后他的轮回交叉跟我一样是沉睡的凤凰，所以沉睡的凤凰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爱情跟物质生活要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就是我今天不能只有面包没有爱情，只有爱情没有面包。对于沉睡的凤凰这一类的人生剧本来说，他们都希望它是有很好很稳定的甜蜜蜜的感情，然后跟可以让自己不愁吃穿，不用到大富大贵，就是你至少要不愁吃穿的这样子的物质生活，这是沉睡的凤凰就是在追求的事情。所以回到阮先生的案例上，因为人生角色35，他的五爻的身体就是我所谓的那种五爻大将军，所以他远远看着就会让大家对他充满很多投射跟想象，再加上他又是沉睡的凤凰这样子，就是很着重感情面，很着重爱情生活的这样的设计，所以他在人缘桃花上面一定不会差。可是他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五爻远看像是偶像，近看就会跌落神坛。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大家看到五爻，它就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一种能量场，所以他们会投射很多我以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并不是说就是阮先生他的那个人前人后个性不一样，不是所有的五爻都做自己，只是你跟他越熟越靠近，你就会发现说，哦，我对他的那些奇怪的幻想是我自己的幻想。如果是用在职场上，他就很适合做一件事，叫做影响陌生人。但五爻比较适合就是跟你的伙伴、跟你的家人、跟你的亲密的伴侣稍微保持一点距离，就是你是需要有个人空间的。那再加上我刚刚有讲说，因为它是沉睡的凤凰，沉睡的凤凰有一个59号闸门，它就是代表性的吸引力。所以你刚刚在讲到那个泛水桃花格，我就一直在旁边偷笑说这也太准了吧。然后因为你刚刚还有讲到他有一个个性是他不适合在大公司就是比较僵化的体制下工作，那跟他人类图的就是他的个体人的属性也很像，因为他就是那种很标准的，你把事情交给他，他可以独自一个人好好的把它做完。可是如果要叫他跟别人协作，别人可能会没有办法跟上他的节奏，或是没有办法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事，所以他是单打独斗型的。所以如果你接下来要换工作，我觉得首先你可以先不用担心赚钱这件事，因为从紫微跟人类图，因为人类图我跟你说过了嘛，我就跟你说你不可能会缺钱，你就是一个超级爱赚钱的命格。那
再加上就是你的下一个职场要换的，就是你要确保的就是它的弹性要够大，你的工作自主权要够大，然后你的主管要是你非常敬佩的人。因为如果你不敬佩他，就是其实以阮先生的设计，他也很容易就是在心里默默笑那个人是白痴，然后他就去做他自己的事了。毕竟他是大将军。对，因为的确你的人类图上面也是有这种，就是你可以影响陌生人，跟你不熟的人，他可能对你就会有一个很高的评价，然后你又在帮他把事情做好，你就可以名利双收这样子。那也比较符合你，就是你想要独立去做事的一个命格的设计这样子。对，所以我会觉得顺着就是玉皇三公主告诉你的话，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也很容易受别人情绪影响啦，就是他在人类图里面，他是那种会感受到别人的情绪就放大，然后自我意识又很高的，自我性很强的人，所以就是如同我在解读里面告诉你的，你的开放情绪中心，你感受到别人的情绪，你都要再除以2，就是有很多时候那个情绪并没有那么严重，然后你只要很明确的知道自己要的东西是什么，把你的规则，因为你的紫微是廉贞嘛，把你的规则定好，我觉得你还是会就是在接下来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圣心老师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再看一下阮先生的那个命盘里面啊，就是父母宫跟兄弟宫这2个，就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有兄弟姐妹的关系，也是属于比较情绪化的主型。所以可能就是从小你就是在一个情绪很澎湃的家里面当中长长大，所以你也会不知不觉这种原生家庭的影响力，真的也是会到我们长大以后，我们都会不自觉的用这样的反应去处理我们的人际关系。对，所以其实刚刚小克老师讲的很好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要把别人对给我们的情绪除以2就好了。对，就是尽量不要做那么多的反应，因为你做那么多的反应，其实就是在耗弱自己的能量啊。不要内耗自己了。也许别人他并不是这样子，像你所理解的或接收的这么的满。对，但是你自己把它放大了，对，很辛苦。因为像你也是情绪放大器。对，情绪放大其实是让你们提早避开那个情绪的波澜，但不是要你跟他一起就是在那边无限放大。对，不是叫你跳进去海啸里，好不好？这就是一个警报器，就是这前面海浪很大了，你要赶快离开了，这样。对，所以除以2是一个好办法。我可不可以帮他多问一下他的夫妻宫是什么星啊？他的夫妻宫，他的另外一半是对他而言是天府。天府的话，其实就是比较稳定，然后也可以适时的提供他资源的另外一半，但是呢，跟他之间会有一点距离。就像呼应你刚刚说的，因为天府府库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本身他自己对自己也挺保护的。然后他有他自己的事情要做，对，他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规范，所以你又是廉贞，他又是府库的时候，就一人一间房这样子的意思。但是我这边补充提醒一下，因为我们是用阮先生的紫微命盘去看，所以这是他眼中他希望他太太的样子。对，所以不是说你的太太我们可以就是从紫微看到，而是你眼中的他，你希望他担任是这个天府的角色。对，就可以适时的提供一些资源，然后自己也很稳定的，然后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有很好的这个生活，你也尊重他，互不干扰，但是需要的时候就会互相帮助。好，送给你的 bonus。好，那我们今天灵感时间之不负责任算命馆就先到这边喽。如果喜欢本集的节目的话，请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拜拜。